加拿大和美国一向被视为世界上最要好的邻居之一，两国共享着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边界，人民自由穿梭旅游，经贸往来密切，历史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在2025年年初，美加关系却经历了一场前所未见的风波，原因竟是一句听起来像是玩笑的加拿大是美国第51州的言论，而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再次入主白宫的美国前总统唐纳·川普。川普在重新上任后，对加拿大接连抛出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争议性言论和政策举措，一时间闹得加拿大朝野上下群情激愤，舆论沸腾。本篇文章将带大家回顾这段离奇的现实故事，川普如何把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推向对立面，加拿大人又是如何在愤怒与幽默中做出反击的。这将是一场结合政治戏码、历史恩怨与文化差异的大戏。故事从川普重返总统宝座开始说起。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唐纳·川普惊险的获胜，于2025年1月再度宣誓就任总统。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这消息可不算好，毕竟川普在2017年至2021年担任总统期间，就多次和加拿大闹不愉快。例如，他曾称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非常不诚实和软弱，还在2018年 G7 峰会上与特鲁多隔空互呛。川普上任后对加拿大征收钢铝关税，强硬要求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都让加拿大方面记忆犹新。可以说，加拿大早已领教过川普的难缠，对他卷土重来多少有些担忧。然而，纵使有心理准备，加拿大人还是低估了川普的威力。在竞选时，川普就释放出强硬讯号，他声称如果当选，将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若干国家采取更严厉的贸易措施，让美国不再被占便宜。很多人以为他只是为了拉选票说说大话，没想到上任后竟迅速付诸实践。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川普的目光似乎不仅仅放在经贸利益上，还对加拿大的国家地位产生了不该有的念头。故事的高潮开始于2025年1月，就在川普就职不久的一次记者会上，一名记者半开玩笑地问了川普一个问题：总统先生，您是否有考虑过用军事手段来吞并加拿大，让它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这原本应该是一个荒诞的提问，没想到川普一本正经回答道：不，经济手段就可以。接着他侃侃而谈，声称美国和加拿大合并将是件大好事，还说现在美加之间的边界只是人为划线而已，暗示应该取消。川普甚至表示，合并后对两国的国家安全都有利，美国一直在保护加拿大的安全，因此加拿大加入美国是理所当然的。这番话令在场记者和观众瞠目结舌，堂堂美国总统居然公开谈论让另一个主权国家变成美国一个州，而且语气像在讨论一笔商业并购。很快，经济手段吞并加拿大、第51州这样的字眼透过媒体传遍了整个加拿大。许多加拿大人起初还以为这是川普式的冷笑话，毕竟他向来口无遮拦，爱说些惊人之语博取眼球。然而，笑不出声的感觉很快取代了尴尬的苦笑，因为川普接下来的言行证明，他并不是随口说说而已，而是打算动真格。2025年刚开春，川普政府就火速挥舞起关税大棒。首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重新课征高额钢铁和铝产品关税。接着更狠的一招来了，对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加征 25% 的重税。汽车可是加拿大对美出口的第二大类产品，关税一出，整个加拿大汽车业如遭当头棒喝。川普还放话说，这次关税是永久的。他扬言美国不再允许加拿大占便宜，称每年美国对加拿大全面贸易逆差高达2000亿美元，美方滋补加拿大。实际上，根据美国官方数据，2024年前后，美对加拿大货物贸易逆差约为600亿美元，川普的数字明显夸大。不仅如此，川普警告这只是开始，甚至威胁对所有加拿大商品都征收高关税，把贸易战升级到全面开火。如果说经济制裁还属于常见的政治手段，那川普接连对加拿大发表的语惊四座的评语就大大超出了外交礼节范围。2025年3月中旬，
他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王牌主持人劳拉·英格拉汉姆访问时，再次语出惊人的重申，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州。在节目镜头前，川普语带轻蔑地说，加拿大本来就是我们的第51州，因为每年我们要补贴加拿大2000亿美元，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汽车，不需要他们的木材，他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能自己提供的。他甚至戏称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为特鲁多州长，意指特鲁多不过是美国某个州的地方官，而非独立国的领袖，语气中充满对加拿大主权的轻蔑。英格拉汉姆当场都有些惊讶，提醒川普说，据统计，美加贸易逆差其实远低于他所说的数字，并问他为何对待友邦加拿大比对待一些美国的对手还更强硬。川普毫不避讳，直言，因为加拿大注定是我们的第51州。接下来他话锋一转，抨击起了特鲁多政府对美不友好，称加拿大政府很坏，爱说谎，尤其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不老实。举例来说，川普再次拿他念兹在兹的加拿大乳制品关税说事，指责加拿大对美国乳品征收高达 250% 的关税，把美国农民给坑惨了。他口中的 250% 实为加拿大乳制品超出配额后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税率，且这套配额体系其实是川普第一任期与加拿大重新签署美加墨协定时双方共同议定的。美国自己对部分进口产品也有类似关税配额制度，川普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公允。川普在访谈中的表态一出，加拿大人终于确信他并非说笑，而是真把加拿大当做了美国可以予取予求的附庸，一边挥舞关税大棒，一边公然谈论吞并主权邻国，还连番羞辱加拿大的现任和前任领导人。这种种行径在现代美加关系史上前所未闻。加拿大从政府高层到普通百姓，情绪从最初的震惊、愤怒，渐渐凝聚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抗议声浪。毕竟，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外交争执，而是对国家尊严的挑战。面对美国总统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度，加拿大政府上下迅速做出强硬回应。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讨价还价，绝非玩笑。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妮·乔利的这句话掷地有声。在3月中旬于加拿大魁北克省拉马拜举行的 G7 外长峰会上，作为东道主的乔利在国际舞台直接向美国放话。他明确表示，许多与会的其他国家外长一开始还以为川普关于吞并加拿大的言辞只是开玩笑，但我告诉他们，这一点都不好笑。乔利郑重其事地对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说，加拿大是个骄傲的国家，我们欢迎各位来访，但请记住，你现在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你必须尊重我们的国土，尊重我们的人民。一连串的尊重显示了加拿大政府捍卫自身地位的决心。卢比奥面对镜头只能尴尬地承认美加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并试图淡化说这不是 G7 讨论议题。但乔利已经成功把加拿大的愤怒传达给国际社会。加拿大新任总理马克·卡尼更是以强硬姿态直面川普的挑衅。卡尼原是加拿大央行前行长，因在经济领域的声誉而于2024年底接任自由党党魁并出任总理。他上任时间不长，就碰上川普这场下马威。卡尼在公开场合多次言辞谴责川普对加拿大的侮辱性言论，直斥其对加拿大征收汽车关税的行为是对加拿大的直接攻击，并表示在美方收回那些不尊重的言论之前，他拒绝与川普展开任何正式谈判。卡尼强调，我们听够了那些不敬的言辞，在真正坐下来讨论我们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之前，这些攻击必须停止。前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则作为资深政治人物发出警告，不要以为川普只是虚张声势，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加拿大经济彻底崩溃，这样才能更容易地吞并我们，这绝对不可能得逞，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第51州。特鲁多的话代表了加拿大朝野的一致共识，无论执政的自由党还是在野的保守党、新民主党，所有政党都在这一刻站到了一起，罕见地以同一种语调捍卫加拿大的国家尊严。就连平日对美友好的保守党领袖、反对党党魁皮埃尔·波利耶夫尔也对川普开火了。波利耶夫尔在社交媒体用英法双语郑重宣告，加拿大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我们是一个伟大而独立的国家。
他列举美加友谊的种种例证，强调加拿大曾为协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付出过数十亿加元和士兵生命，也以低于市价的优惠价格向美国提供可靠的能源，并大量采购美国商品来支持美国经济。话锋一转，波利耶夫尔话中带刺地表示，或许美国人以为我们欠他们的，但事实上我们是平等的伙伴。身为保守党领袖的他，甚至罕见地赞扬起自由党政府此刻的强硬立场，并宣誓无论谁执政，都将坚决为加拿大而战。可以说，川普的一系列言行把加拿大政坛逼到了同仇敌忾的境地。政府宣布立即启动报复措施，加拿大针锋相对地制定了总额达1550亿加元的关税反制清单，准备分阶段对美国商品课税。卡尼总理也马上拨出20亿加元设立战略抗衡基金，用于扶持在贸易战中受冲击的加拿大企业和工人。他严厉批评川普政府开启了伤人易伤己的经济战争，指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因贸易紧张已跌至多年低点，美国工人和消费者也在受苦。卡尼强调，川普想要击垮我们，好让美国可以占有我们，但这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加拿大人不仅为自己，还会彼此守望相助，共同抵抗外来压力。更耐人寻味的是，川普对加拿大的态度还意外地影响了加拿大内部政治生态。原本2025年10月才到期的加拿大大选，在这股危机推动下，极可能提前举行。卡尼政府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因强硬对美姿态而上升，一举赶超了起初领先的保守党。反对党虽对执政党内政颇有微词，却也不敢在对美问题上示弱。波利耶夫尔甚至公开表示，川普宁愿同自由党打交道，是因为他知道我上台后会比卡尼更强硬。川普希望挑一个软柿子捏。一时间，谁更能对抗川普成了加拿大朝野竞相比拼的竞选主题。川普大概怎么也没料到，自己的言行竟给加拿大政客们提供了如此绝佳的爱国论述舞台。官方关系剑拔弩张，加拿大的民间舆论同样炸开了锅。对普通加拿大人来说，被美国吞并原本只存在于历史书和好莱坞小说情节中，今却仿佛有现实化的苗头，难怪大家又气又懵。从传统媒体到社交网络，加拿大人纷纷发声，表达他们对川普言行的看法。这些反应有愤怒的、认真的，也有苦中作乐的，充分展示了加拿大社会面对危机时的团结与幽默感。首先是愤怒和拒绝的声音最为强烈，许多加拿大网友明确表示，绝不可能成为美国一州，打死也不干。温哥华的一位女士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是加拿大人，想都别想，我不愿成为美国人，我周围认识的人也没有一个想当美国人。我绝不放弃我的免费医疗和严格枪支管制法，更不会放弃作为女性选择权的保障。”这条留言获得了成千上万的点赞共鸣。可以看出，加拿大人之所以如此抗拒成为美国一部分，不仅是出于民族自豪感，更因为他们珍视自己国家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上的特点。我们有全民医疗，不用担心生病破产；我们有严格控枪，不用每天担心枪击；我们尊重女性权利，同性婚姻和堕胎权在这里早已合法。我们重视多元文化和环境保护，这些都是美国许多地区无法比的。这些观点在加拿大舆论场上广为流传。简而言之，许多加拿大人认为美国社会问题繁多，让自己放弃现有生活融入美国，简直是天方夜谭。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当初美国人选出川普那一刻起，他们就在走向我们无法认同的道路。我们是加拿大，不是美国，永远都不会是。同时，加拿大民众也展现了独有的幽默和反讽天赋，把对川普的不满化作一则则妙语。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加拿大人的花式吐槽，例如有人戏言，川普以为我们想当美国的一个州，不好意思，我们加拿大可是有世界上最棒的枫糖浆和冰球联盟，要不你们美国考虑加入我们加拿大联邦？还有人反将一军道，其实美国人倒是可以考虑加入加拿大，这样他们就能享受免费医保了。调侃之余，不忘暗戳戳的夹带私货，炫耀了一把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在社交媒体上，第51周话题一度成为热门标签，涌现出大量加拿大网友自制的梗图和段子。
比如有张风传的图片，把整个北美大陆都涂上了美国国旗，只给墨西哥留了一个小角落，讽刺川普好像想把邻国全吞了。还有视频博主拍搞笑短剧，自导自演加拿大人被迫练习唱美国国歌、背诵美国宪法的荒诞场景，以此来讽刺川普的异想天开。甚至就连加拿大广为人知的善良形象也被拿来自嘲。一幅漫画中，一只象征美国的肥硕老鹰对一只戴着枫叶小帽的加拿大海狸说：“你现在归我了。”而加拿大海狸居然微笑回答：“对不起，恐怕不行哦。”旁边注解加拿大式回绝，令人气愤之余会心一笑。传统媒体方面，各大报章纷纷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批评川普无知且傲慢，强调加拿大绝不会向威胁屈服。环球邮报直接用上了流氓式胁迫这样的字眼形容川普政府对加政策。多伦多星报则刊登了一篇著名记者的评论，标题是加拿大不是交易的筹码，更不是谁的第51州。文中指出，川普低估了加拿大人民维护自身国家的决心，也警告说此举将严重破坏美国在盟友中的信誉。甚至美国主流媒体和一些知名人士也对川普这种对待盟友的方式感到吃惊和不满。一些美国评论员在电视上直言：“我们怎么能对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做出这种事？”值得一提的是，在愤怒之外，加拿大民间也有些理性的声音在分析川普此举背后的动机。有观察人士指出，川普可能是想转移国内矛盾，将加拿大等邻国塑造成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以满足他基本盘选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位加拿大网友的评论颇有见地：“我怀疑川普其实是在拿我们当替罪羊，好把美国物价飞涨的责任推到外国身上。他未来要是兑现不了对选民的承诺，正好可以怪罪看，就是加拿大害你们付出高价。他想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外面的人。”还有人提到川普以往的行为模式，比如先对丹麦提购格陵兰岛，又对中美洲国家极限施压，认为他就是习惯以极端言论来争取谈判筹码。虽然这次的筹码实在离谱，不管动机如何，加拿大民众的一致态度是：我们绝不会上当，也不会让步。川普对加拿大口出狂言所激起的强烈反弹，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差异和历史情节。要理解加拿大人的愤怒，不妨从历史上看美加关系的特殊发展，以及两国人民长久以来那种既亲密又微妙的心理。首先，历史恩怨方面，美国曾不止一次对加拿大动过武力吞并的念头。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812年战争，美英交战期间，美军多次入侵加拿大殖民地，试图占领，结果不仅未能得逞，加拿大民兵和英军联手还击，于1814年攻入华盛顿，并放火烧毁了白宫和国会。这场战争虽然发生在2个世纪前，但在加拿大历史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被视为加拿大民族意识的起源之一，证明了加拿大人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土地，不受美国吞并。此后的岁月里，美国的扩张主义一直令加拿大保持警惕。19世纪中叶，美国流行扩张天命思想时，就有声音鼓吹占领整个北美洲。加拿大各省正是在这种压力感下，于1867年选择联合组成加拿大联邦，以便共同抵御可能的美国野心。换言之，美国曾经被视为加拿大建国的一大外在推力。尽管随着时间推进，美加成为盟友、战友，上述吞并阴影早已淡去，但对不少加拿大人来说，川普如今的言论无疑重新揭开了这段历史记忆的伤疤。一些年长的加拿大人愤慨地说：“难道我们又回到了200年前需要担心美国入侵的年代吗？”再谈文化差异，加拿大和美国同文同种，表面看起来颇为相似，但正如一位前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曾生动比喻的那样，与美国为邻，就像在大象身旁睡觉，无论大象的举动是善意还是恶意的，你都会感受到巨大的震动。长期以来，加拿大人既亲近美国文化，又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特性，生怕被这头文化与经济巨象挤得喘不过气。于是，加拿大人往往刻意强调一些与美国不同的地方，以彰显独立的身份认同，例如社会制度、
加拿大实行政府主导的全民医疗保健，美国则主要依靠私人保险。加拿大对枪支实施严格管控，美国许多地方枪械泛滥，这让加拿大人产生强烈的优越感，觉得自己的社会更安全，更有人情味。价值观，加拿大普遍较为自由进步，早早就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尊重女性生育选择等。美国在这些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倒退。加拿大以多元文化政策自豪，接受大量移民难民，而美国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社会撕裂严重。文化生活，加拿大人爱好冰球，穿着格子的衬衫，喝枫糖浆味的咖啡，平日里说着 sorry 长 sorry 短的客气话。美国人则热爱美式橄榄球和棒球，国庆爱放烟花，大喇喇表达爱国情绪。这些看似刻板印象的差异，其实反映出两国国民性格上的细微不同。加拿大人自认更谦和内敛，我们才不想变成美国那种动不动喊口号、拔枪的风格。政治体制，加拿大沿袭英国议会、民主和君主立宪，有英国国王作为国家元首，美国则是典型的共和制和三权分立。对很多加拿大人来说，他们敬爱的女王和议会传统都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川普所代表的美式政治风格在他们眼中过于粗鄙煽动，缺乏礼仪。这些年，虽然美加两国人民往来频繁，加拿大社会也难免受美国流行文化影响，但越是如此，加拿大人越要强调我们不是美国人。在日常玩笑中，加拿大人常常拿自己与美国做比较，来调侃彼此的不同，类似美国人连地理都学不好，我们可精通世界，美国唯一比我们强的是 NBA 和好莱坞等等。而如今川普的言论无疑触动了加拿大人内心深处的这根敏感神经。有人愤慨地表示，川普难道以为我们会放弃自己引以为豪的一切，去当他国的一个州吗？他根本不了解加拿大人。最后，不能不提现代盟友关系中的心理失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加并肩作战，建立了极为密切的盟友关系，共同参与诸如诺曼底登陆、朝鲜战争、阿富汗行动等国际军事行动，又在北美防空司令部框架下一起防卫北美大陆。在经济上，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共享繁荣。长久以来，加拿大人虽然对美国强势有失不满，但内心深处还是视美国为靠得住的老大哥。然而川普打破了这种信念，他在2018年就曾让加拿大吃过苦头，那时多数人还将之归咎于川普本人特立独行，认为美加基本关系不会动摇。这次卷土重来的川普不仅固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让加拿大人真正感到寒心。原来我们一直信赖的盟友，可以在政治变局下瞬间翻脸不认人，把我们当敌人。这种背叛感带来的伤害，使加拿大舆论对美国的观感发生微妙改变。有人说，我们一直以为和美国是兄弟，现在发现对方也许从没真把我们当平等伙伴。虽然大家明白川普不等于整个美国，但他毕竟代表了美国政府。这场风波难免在加拿大社会留下对美不信任的阴影。随着美加关系陷入数十年不遇的紧张局面，这场由言语导火索引爆的冲突正逐渐产生实质的影响，其波及范围超越了口水战本身，进一步扩大到经贸、外交和安全领域。首先，在经济层面，美加两国几乎一夜之间从亲密的贸易伙伴沦为剑拔弩张的对手。川普对加拿大的钢铝、汽车关税使加拿大相关产业链深受冲击。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的制造业重镇，大批汽车工厂和钢铁厂面临出口受阻、订单骤减的危机，工人们忧心忡忡，有的工会开始计划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美方取消关税。同时，加拿大政府准备的报复清单也不是纸上谈兵，他们锁定了美国的敏感产品，例如针对美国农产品、日用品甚至威士忌酒等征收额外关税。加拿大人平日热爱的肯德基、炸鸡、美国产可口可乐等，也可能因为课税而价格上涨。可以想见，若贸易战全面爆发，两国消费者都得多花钱，物价上涨将成为生活中无法忽视的痛点。有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双边关税壁垒长期存在，加拿大 GDP 增长率将大幅下滑，就业市场遭受重创。而美国这边，由于加拿大是美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企业也会损失惨重。
一份商业协会报告警告说，川普政府的对加政策如不适可而止，将严重威胁数百万美国就业机会。甚至有美国汽车制造商公开呼吁政府三思，因为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关税将推高成本，削弱北美汽车的竞争力。可是川普似乎一意孤行，铁了心要以经济手段迫使加拿大让步。其次，在外交同盟层面，这场风波带来的裂痕可能更难弥补。加拿大开始重新审视对美关系，思考如何降低对美国这位不稳定伙伴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尽管美加同为北约盟国，但加拿大已着手寻求更多自主性。卡尼政府近日宣布暂停原定向美国采购 F-35隐形战斗机的计划，转而考虑从欧洲盟友处寻找替代方案，甚至不排除联合英法在加拿大本土生产战机的可能。同时，加拿大加强了与其他五眼联盟国的合作，比如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发新型远程雷达，以共同监测北极地区潜在威胁，减少对美国在北美防空系统中的技术依赖。外交部长乔利明确表示，我们需要新的伙伴关系，我们过去在国防上对美国过度依赖了。白宫那些言论不仅令人不安，更对我们的主权构成威胁。这番话透露出加拿大决策者的思路转变。当昔日最可靠的盟友变得靠不住，必须另寻出路，自谋生存。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加拿大国内开始出现一些另类声音，讨论是否应该对美国采取更激进的外交措施，例如暂停与美国的部分军事合作，甚至在北约内部采取保留态度。一名加拿大执政党议员激动地说出，这简直是对加拿大的宣战行为，引发轩然大波。虽然加拿大政府官方并未用如此措辞，但态度的确强硬起来。加拿大驻美大使奉召回国商议对策，两国外交沟通渠道一度趋冷。过去一些习以为常的合作项目也受到波及。据传，加拿大方面推迟了与美国在北极地区举行的联合军演计划，以表达不满。在情报分享上，加拿大情报部门对美方也更加谨慎。种种迹象显示，这场风波可能给美加盟友情谊留下持久的裂痕。当然，这不是说美加会从此反目成仇，两国人民的深厚联系和共同利益仍然存在。大多数理性人士也希望能早日重回正轨。但是，信任一旦崩塌，就难以完全恢复。加拿大舆论已在热议是否应该借此机会更加独立自主。例如，有人建议加强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执行，开拓亚洲市场，减少对美出口依赖。也有人呼吁政府投资本国国防工业，提高自给自足能力，免得受制于人。可以说，川普的所作所为在无意之中推动了加拿大寻求脱美路线的讨论。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这场风波也深深影响了加拿大人的民族情绪。正如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所说，加拿大人是骄傲的人民。以往加拿大的国族认同感有时比较内敛，不像美国动辄大张旗鼓的爱国。但当外部挑战出现时，加拿大人往往会爆发出强大的团结精神。目前在加拿大，全民上下对川普政府的愤慨几乎没有分歧，这反而促进了国内凝聚力的提升。许多人家门口重新挂起了鲜红的枫叶旗，以示爱国决心。社区里自发组织支持加拿大立场的集会，人们唱着加拿大国歌，声浪比一年一度的加拿大国庆日还高昂。那股自豪感与责任感在每个加拿大人心中流淌。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守护我们的国家。或许多年后回头看，加拿大人会发现，川普无意间送给了他们一份礼物，让大家更深刻地意识到是谁，我们珍惜什么。从川普抛出加拿大等于第51州的惊人之语，到加拿大以举国愤怒与之对峙，这场美加之间的风波发展至今，可谓跌宕起伏。川普以他一贯的特立独行，打破了近代以来美加间最基本的尊重准则，而加拿大人在震惊之余，以同样坚决的态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加拿大绝不会屈服。目前，双方仿佛处在一场僵持的博弈中，川普加码关税施压，而加拿大强化同盟寻求自保。同时，两国民间的情绪对立也在发酵，给彼此都带来不小的心理阴影。未来会如何发展呢？或许川普政府最终会意识到策略失当，在某个时刻寻求与加拿大和解，
也或许加拿大的强硬让步和国际压力会倒逼白宫收敛锋芒。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戏剧性可能：川普继续一意孤行，导致美加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更大的外交危机。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加拿大人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他们不是好欺负的。别看平日里加拿大人温文尔雅，爱说抱歉，可真涉及国家存亡和尊严时，他们比谁都更顽强。他们或许会礼貌地对川普说一句对不起，我们不奉陪，但这句对不起绝不是道歉，而是带着加拿大式幽默断然拒绝。结局如何，也许要等时间去揭晓，但这段插曲已经载入史册。2025年，世界上最的一对盟友差点闹到分手。希望终有一天，这场闹剧般的风波能平息，美加两国重归友好。毕竟，加拿大人虽然不愿做美国的某个州，但也真心希望美国能继续做加拿大最好的邻居、伙伴和朋友。就像一位加拿大评论员写道：“我们不需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才能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站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友谊。”